如果你最心愛的東西突然摔碎在你眼前，你會怎麼反應？1000多年前，有個人給出了一個讓所有人都沒有想到的答案。這個故事發生在北宋時期，大約是公元11世紀。故事的主人公叫韓琦，他是當時朝廷裡最有權勢的人之一，做過宰相，帶過兵，相當於今天一個國家的總理兼大将軍。有一天吶，韓琦意外地得到了一對玉杯。在中國文化裡，玉是非常特別的東西。古人說，一個品德高尚的人就應該像玉一樣溫潤、堅韌、純淨。所以玉在中國從來不只是一塊石頭，它承載的是一個人的品格和修養。而韓琦得到的這對杯子是用極其罕見的白玉雕成的，通體雪白，沒有一絲雜質。更難得的是，兩隻杯子是從同一塊玉石裡雕出來的，可以說是無價之寶。韓琦簡直愛不釋手。雖然是杯子，但他根本捨不得用來喝水。他專門找人做了一個精美的盒子，把玉杯小心收好。只有在夜深人靜，一個人獨處的時候，才捨得拿出來摸一摸，看一看。不過，人有了好東西，有時候還是忍不住想和朋友分享一下，或者說顯擺顯擺，炫耀一下。這位韓大人也不例外。他在家裡辦了一場盛大的宴會，把當時朝廷裡有頭有臉的人物全請來了。大家飲酒作詩，觀看歌舞表演，熱鬧極了。就在氣氛最好的時候，韓琦笑着說：“諸位，我最近得了一件寶貝，今天高興，拿出來給大家看看，如何？”大家一聽，全都興奮起來了。韓琦吩咐手下：“去，把我那對白玉杯取來。”很快，一個手下端着盤子走了出來。玉杯在托盤裡，借着燭光，散發着溫潤的光芒。賓客們屏住了呼吸，連聲讚嘆：“呀，真是絕世珍寶啊！”韓琦聽着，心裡美滋滋的。此刻，全場所有人的目光全都死死盯在了那對正在移動的玉杯上。所有人都在欣賞玉杯，只有一個人例外。誰呢？端着托盘的手下，這會兒已經緊張到兩腿發軟。你想想，托盤裡放的是韓大人最心愛的寶貝，
周圍全是朝廷大官，那麼多雙眼睛跟探照燈一樣，全盯着他呢。他的腿呀，開始止不住的打哆嗦。他小心翼翼，一步一步的向前挪着。突然，一聲清脆的碎裂聲在大廳裡轟然炸開。這一刻，整個宴會廳死一般的寂靜，在場的所有人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兒，笑容都僵在了臉上，舉着酒杯的手停在半空。沒有人敢說話，都在偷偷看韓琦的臉色。那個闖了大禍的手下，撲通一聲跌跪在地。他心裡只有一個念頭：完了，死定了。那麼韓琦是什麼反應呢？韓琦臉上的笑容瞬間消失了，他愣在那裡，直勾勾地盯着地上的碎片，眼角的肌肉微微抽動了一下。但是在長達10幾秒的沉默之後，他深深吸了一口氣，然後慢慢站了起來。他沒有暴跳如雷，而是說了一句後來流傳千古的話：凡物之成毀，亦自有時數。意思是，天下萬物有成型的那一天，就注定有毀滅的那一天，這是天道的規律，誰也改變不了。然後他看着跪着的手下，聲音非常平靜，說：汝誤也，非故也，何罪之有？你是不小心的，又不是故意的，你有什麼罪呢？起來吧，沒你的事兒。那個手下顫抖着退了出去。大廳裡依然安靜，但在這一刻，滿座賓客無人不服。白玉杯碎了，化成了塵土，但那份比玉石還要溫潤的寬容，卻在歷史的長河裡完整的活了1000多年。故事的開頭，我們聊的是喜歡。故事的結尾，韓琦教給我們的是放下。也許真正珍貴的東西，從來都不是那對杯子。你呢？你有沒有曾經放下過什麼？歡迎留言告訴我。那咱們下個故事見，拜拜。